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武汉姑娘远嫁台北的故事。这个故事不仅仅是一个婚姻故事，更是关于文化差异、家庭观念冲突的现实写照。我接触过很多两岸婚姻的案例，有甜蜜幸福的，也有遗憾收场的。今天这个故事，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启示。我们的女主角叫小云，是武汉一个普通家庭的女孩，今年28岁，在一家外贸公司担任业务经理。小云长得清秀可人，性格也爽朗直率，是那种很有武汉女孩特点的姑娘，豪爽、有主见，做事雷厉风行。2年前，小云在一次台湾商务考察中认识了她的丈夫阿杰。阿杰是台北一家科技公司的项目经理，家境不错，台大毕业，长相斯文，谈吐优雅，还会弹钢琴。那次考察，小云负责接待台湾来的商务团队，而阿杰就是其中一员。丽姐，我第一次见到阿杰就被他身上那种儒雅的气质吸引了。小云回忆道，和我接触过的大陆男生不太一样，他说话轻声细语，举止得体，还会在饭桌上给我夹菜，那种体贴入微的感觉，真的很戳我。阿杰也被这个直爽热情的武汉姑娘迷住了。短短1周的商务行程结束后，两人便开始了网恋。几个月后，阿杰专程飞到武汉见小云的父母，那份认真和尊重，让小云觉得自己遇到了真命天子。他来武汉见我父母那次，特意带了台湾的凤梨酥、高山茶，还有一套茶具。小云说，我爸妈都被他的礼数周到震惊了，直说这孩子真有教养。而小云的闺蜜梅子却持反对意见，你别被表面现象迷惑了。台湾男人出了名的妈宝，婆媳问题特别严重。我表姐嫁到台中，现在日子过得水深火热，婆婆天天管东管西，简直把她当保姆使唤。哎呀，你别危言耸听了。小云不以为然，那是你表姐运气不好，碰到了奇葩婆婆，阿杰多好啊。他妈妈我视频也见过几次，看起来特别和蔼可亲。梅子摇摇头，我是过来人，你听我一句劝，别嫁。台湾男人超级妈宝，结婚前对你再好，结婚后都是另一副嘴脸。但爱情冲昏了小云的头脑，他认为梅子的警告太过夸张，毕竟在他眼里，台湾是个发达地区，社会文明程度高，男女平等观念应该比大陆还要强才对。恋爱期间，阿杰隔3差5就会从台北飞到武汉陪小云，每次都带着精心挑选的礼物。有一次，小云随口说想吃台湾的卤肉饭，第2天，阿杰居然专门带了真空包装的卤肉和特制酱料过来，在小云家厨房亲自下厨。那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小云说到这里，眼里还闪着光。她会做饭，会收拾屋子，对我体贴入微，我想要的她都会尽力满足。我爸妈都说我捡到宝了，哪有这么会疼人的男人。阿杰的家境在台北算是中上，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父亲是退休大学教授，母亲是中学校长。在小云的印象中，阿杰的父母通过视频聊天时总是笑容满面，对他嘘寒问暖，还说很期待他去台北。其实我当时也有点纠结，毕竟要远嫁台湾，和父母、朋友都要分开。小云叹了口气，但阿杰说可以经常带我回武汉看父母，而且台北的生活环境和薪资水平都比武汉好。我想着也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许多人可能对台湾有一些刻板印象，认为那里比大陆经济落后，但实际上，台湾的人均 GDP 至今仍然超过大陆不少城市，社会福利制度也相当完善，医疗保险全民覆盖，教育资源优质，这些都是小云考虑的因素。我记得阿杰给我看过他们家的照片，是台北市区一套100多平的公寓，装修得很雅致。小云回忆道，他说结婚后我们可以在附近再买一套，不用和父母住在一起。我当时听了特别安心。就这样，在恋爱1年后，小云和阿杰举行了婚礼。婚礼在武汉举行，阿杰的父母和几位亲友专程从台湾飞过来参加。婚礼上，阿杰的母亲温婉大方，给小云戴上了家传的翡翠手镯，说是表示对这个儿媳妇的认可和喜爱。婚礼那天，阿杰妈妈拉着我的手对我爸妈说，以后小云就是我们家的女儿了，我会把她当亲生女儿一样疼爱。小云微笑着说，我当时感动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觉得自己太幸运了。
不仅找到了好老公，还有这么好的婆婆。婚后，小云辞去了武汉的工作，随阿杰来到台北定居。刚到台北的那段时间，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有趣。台北的街道干净整洁，人们礼貌有序，饮食文化丰富多彩，夜市小吃琳琅满目。刚到台北那会儿，我每天都像个好奇宝宝，东逛逛，西看看。小云说，阿杰很耐心地带我熟悉环境，介绍当地的风土人情。我很快爱上了这座城市的生活节奏，不像武汉那么急促，大家都很注重生活品质。令小云意外的是，阿杰的父母并没有要求小两口和他们住在一起，而是帮他们在附近租了一套小公寓。阿杰的解释是，新婚夫妻需要自己的空间，爸妈很理解这一点，这更坚定了小云对这个家庭的好感。然而，生活并不总是蜜月期，小云很快发现，虽然不住在一起，但阿杰的妈妈几乎每天都会来他们家串门，有时候一待就是一整天。刚开始我觉得婆婆是好心，怕我人生地不熟不适应，所以经常来陪我。小云回忆道，婆婆会带一些自己做的菜来，说是怕我不会做台湾菜，阿杰吃不惯，还会帮我整理家务，说是怕我太辛苦。表面上看挺贴心的，但慢慢的我就感觉不对劲了。婆婆的贴心背后其实是一种无形的控制，她会委婉地指出小云做事的不足，这个衣服不是这样洗的。台湾人不喜欢这么重的调味料，阿杰从小就不吃这个。有一次，我做了一道麻辣小龙虾，就是我们武汉最拿手的那种做法。小云说到这里，语气明显低落下来。婆婆尝了一口，立刻皱起眉头说，哎呀，这么辣，对肠胃不好的啦。阿杰从小胃就不好，不能吃这种刺激性食物啦。然后就去厨房重新做了一道清蒸鱼给阿杰吃。更让小云难堪的是，阿杰在这种情况下总是保持沉默，或者附和他妈妈，是啊，我胃不太好，还是吃清淡点好。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梅子说的可能是对的。小云苦笑道，阿杰在婆婆面前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完全没有主见，什么事都以妈妈的意见为主。随着时间推移，小云越来越感受到两岸文化和家庭观念的差异。在大陆，尤其是像武汉这样的城市，年轻人结婚后通常会建立相对独立的家庭，即使和父母同住，也会保持一定的界限和私人空间。而在台湾，家庭关系往往更为紧密，尤其是母子关系，儿子在母亲的生活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反之亦然。这种紧密关系在小云看来，已经超出了正常的亲情范畴。有一次，阿杰发烧了，我煮了姜汤给他喝，照顾了他一整晚。小云回忆道，结果第二天一早，婆婆知道后立刻赶过来，二话不说就把我支开，说还是我来照顾吧，我最了解阿杰需要什么。然后就开始给阿杰熬中药，喂他吃饭，甚至帮他擦身子，那可是我老公啊。小云当时既尴尬又生气，但阿杰却一脸习以为常，甚至还对妈妈嘘寒问暖，让小云更加无法接受。在我们武汉，结婚后老公生病，那肯定是老婆照顾啊，婆婆最多送点补品或者提供一些建议。小云说，但在台湾，似乎儿子永远是妈妈的儿子，结不结婚都一样。除了家庭关系，小云还发现台湾和大陆在很多生活习惯和价值观上也有明显差异。比如消费观念，台湾人普遍更注重品质和体验，而不是追求表面的奢华或攀比。我刚到台北时，发现他们家的家具都用了10几年，看起来有些旧，但保养得很好。小云说，而在武汉，很多家庭即使经济条件一般，也会想方设法买新家具、新电器，生活上讲究排场。这种差异也体现在社交方式上。在武汉，朋友聚会通常是大排档，烧烤配啤酒，气氛热闹奔放；而台北的社交活动则更为精致内敛，可能是品茶、听音乐会或参观展览。刚开始我还挺不适应的，觉得台北人太文艺清高了。小云笑道，但慢慢的我也开始欣赏这种生活方式，感觉更有内涵，更能静下心来享受生活的乐趣。然而，这些文化差异都不是问题的核心。真正让小云难以接受的是阿杰和他妈妈之间那种近乎病态的亲密关系，以及阿杰在婆媳冲突中的态度。婚后1年，小云怀孕了。原本以为有了孩子，阿杰会更在意自己的小家庭，没想到情况却变得更糟。
我怀孕后，婆婆几乎是直接搬到我们家了。小云无奈地说是要照顾我，实际上是全方位接管了我的生活。我吃什么、穿什么、什么时候睡觉、怎么运动，全都由她安排。台湾有很多传统的孕期禁忌，比不能吃凉的、不能提重物、不能看恐怖片等等。这些在现代医学看来并没有科学依据，但在台湾的传统家庭中仍被严格遵守。有一次，我想吃冰淇淋，婆婆简直像见了鬼一样，说怀孕吃凉的，孩子会拉肚子的啦。小云模仿着婆婆的台湾腔调，我跟她解释现代医学没这种说法，她就说我生了2个儿子都这么过来的，你一个大陆来的懂什么？最让小云崩溃的是，阿杰在这些冲突中总是站在妈妈那边。阿杰会说妈妈是为你好，妈妈有经验，听妈妈的没错。小云苦笑道，我当时真的很想对他吼，你到底是我老公还是你妈妈的儿子？怀孕期间，小云的父母也来台北探望过几次，看到女儿的处境，他们也很担忧，但碍于是在别人家，也不好说什么。小云的妈妈私下劝她忍忍就过去了，毕竟孩子出生后情况会好转的。我妈说，等你当了妈妈，你婆婆自然会退居2线。小云说，我当时就信了这话，觉得熬过这段时间就好了。然而，事实证明，这种想法太过天真。怀孕8个月时，小云和阿杰商量待产和坐月子的事情。在大陆，现在很多年轻父母会选择去月子中心，既专业又能避免和老人产生冲突。小云也提出了这个建议。我查了台北几家不错的月子中心，环境好，护理人员专业，还有育儿课程和产后康复指导。小云说，我把资料给阿杰看，他起初也觉得不错，说考虑一下。然而第2天，婆婆知道这件事后当场反对，什么月子中心，那是不孝顺的表现。我儿媳妇坐月子，当然是我这个婆婆来照顾，我照顾你，阿杰照顾孩子，多有爱的一家人啊。小云试图解释月子中心的专业性和便利性，但婆婆立刻红了眼圈，你是嫌弃我这个老人家没用是吧？我照顾过2个儿子，难道还照顾不好一个孙子吗？面对婆婆的情绪化反应，阿杰再次选择了妥协。妈，别生气，对身体不好。小云，我们就在家坐月子吧，有妈照顾你，我也放心。那一刻，我真的很绝望。小云哽咽着说，我意识到，在这个家庭里，我的意见永远不重要，重要的只有婆婆的感受和阿杰对妈妈的孝顺。生产前的最后1个月，小云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她开始怀念武汉的家人和朋友，怀念那种直来直去的交流方式，怀念可以大声说出自己想法而不必担心别人情绪的自由。我在台北认识了几个大陆嫁过来的姐妹，聚在一起就是诉苦大会。小云苦笑道，大家的经历出奇的相似，温柔体贴的台湾老公，在妈妈面前秒变妈宝，表面和善的台湾婆婆，实际上控制欲超强。小云曾经试图和阿杰认真谈一次，希望他能够理解自己的感受。我对他说，我不是要你不孝顺，而是希望我们的小家庭能有自己的边界和决定权。小云回忆道，阿杰表面上答应的好好的，说会和妈妈沟通，但实际上什么都没改变。就这样，在忐忑不安中，小云的预产期越来越近了。终于，在一个雨夜，小云感到腹痛难忍，提前2周进入了产程。阿杰慌忙将她送往医院，一路上小云痛得直冒冷汗，而阿杰除了开车外，第一时间做的居然是打电话通知他妈妈。我躺在后座，疼得死去活来，却听到阿杰在电话里不停地说，妈，你快来医院，小云要生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小云回忆道，那一刻我真的很心寒，都这种时候了，她想的还是依赖妈妈，而不是安慰我，鼓励我。到了医院，婆婆很快赶到，接管了一切，办手续，联系医生，准备待产包。婆婆忙前忙后，俨然成了主角，而阿杰就像个听话的儿子，完全按照妈妈的指示行动，甚至连陪小云进产房都是婆婆提醒的。进产房前，婆婆对阿杰说要好好陪着小云，她是第1次生产，会很害怕的。小云苦笑道，这话本来该是丈夫对妻子的关心，结果变成了婆婆对儿子的叮嘱，你能想象那种荒谬感吗？经过10几个小时的艰难产程，小云终于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婴，取名叫安安。
当护士将襁褓中的婴儿递给小云时，那一刻所有的痛苦都化为了幸福的泪水，那是我这辈子感受过的最纯粹的幸福。小云眼含泪光地说，看着安安皱巴巴的小脸，我感觉我的世界完整了，有了新的意义。然而，这短暂的幸福很快被现实打破。当婆婆进入病房，看到孙子的第一眼，她的反应让小云终生难忘。婆婆看了看安安，突然皱起眉头说，怎么长得不像阿杰，倒是有点像小云 A。 小云讲到这里，语气中充满了不可思议，然后她还补了一句，希望长大后能像阿杰，不要太像妈妈。你们能想象吗？我刚生完孩子，身体虚弱的不行，却要听这种话。更让小云崩溃的是，阿杰不但没有为她说话，反而笑呵呵的附和，是啊，希望以后长得像爸爸多一点。那一刻，我真的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小云哽咽道，我忍了这么久的委屈，终于在这一刻爆发了。出院后，小云开始了为期1个月的坐月子期。按照之前的决定，婆婆搬到了他们家，全权负责照顾小云和安安。表面上看，一切都很完美。婆婆贴心地为小云准备营养餐，照顾新生儿，让产后虚弱的小云能够好好休养。但实际上，这1个月对小云来说简直是煎熬。婆婆带来了一大堆台湾传统的坐月子讲究，不能洗头，不能碰冷水，不能吹风，必须吃一大堆中药汤，甚至连看手机都要限制时间，说是对眼睛不好。最让我崩溃的是，婆婆不允许我亲自照顾安安。小云激动地说，她觉得我这个新手妈妈什么都不懂，连抱孩子的姿势都不对。每次我想抱抱自己的孩子，她都会说，你坐月子要好好休息，孩子我来照顾，然后把安安抱走。小云曾经试图反抗，坚持要自己照顾孩子，结果婆婆立刻落泪，说我就是想多帮忙，你这是嫌弃我多是吗？阿杰看到妈妈哭了，立刻责备小云，妈妈是为你好，你怎么能这样说话？我真的搞不懂，为什么在这个家里，我连照顾自己的孩子都成了错。小云无奈地说，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不适合当妈妈，是不是真的什么都不懂。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小云发现一个更可怕的事实，婆婆不只是要照顾孩子，她是要完全主导孩子的一切，从取名、穿衣、饮食到未来的教育规划，婆婆都有一套不容置疑的标准。有一次，我给安安买了一套可爱的小衣服，蓝色的，上面有小汽车图案的那种。小云回忆道，婆婆看了直摇头，说这种颜色太艳了，对孩子视力发育不好，而且是大陆制造的，质量肯定不好。然后自作主张把我买的衣服收起来，换上她准备的素色棉麻衣服。面对这种情况，小云多次向阿杰求助，希望他能站出来为自己和孩子争取一些权利。但阿杰总是避重就轻，要么说妈妈经验丰富，听她的没错，要么就是你们女人之间的事情，我不好插手。那个时候我真的很恨阿杰。小云坦言，他明明是孩子的父亲，是我的丈夫，却完全不履行自己的责任，只知道当妈妈的乖儿子。坐月子期间的一天，小云的父母从武汉赶来探望女儿和外孙，看到女儿憔悴的面容和勉强的笑容，小云的妈妈心疼不已，私下询问女儿过得怎么样。小云强忍泪水说挺好的，不想让父母担心。晚饭时，小云妈妈特意带来了一些武汉的特产，其中包括小云最爱吃的热干面和鸭脖。小云妈妈笑着说，我知道你坐月子不能吃辣的，但是带来给阿杰尝尝我们武汉的味道。谁知道婆婆看到这些食物，脸色立刻变了，这些东西太刺激了，不适合在有小孩的家庭里吃。阿杰的胃本来就不好，吃这些会坏肚子的。小云的父母顿时尴尬不已，气氛一下子凝固了。小云忍不住为父母辩解，妈，这是我爸妈一片好意，而且这些是给我吃的，阿杰不喜欢可以不吃啊。婆婆听了这话，突然转向阿杰，阿杰，你说妈妈说的对不对？这种辛辣刺激的食物能吃吗？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阿杰身上，小云期待着丈夫能够站在自己这边，哪怕只是这一次。然而阿杰只是低着头，小声说，妈说的对，这些东西对身体不好，尤其是家里有小孩。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的心碎了。小云说，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下来。我的丈夫在我父母面前，当着我的面
否定了我们武汉的文化和饮食习惯，让我父母难堪。接下来发生的一幕，成为了小云婚姻的转折点。婆婆得意洋洋地收走了小云父母带来的食物，然后对安安说：“宝贝孙子，奶奶不会让你吃那些不健康的东西的，奶奶会好好照顾你，比任何人都好。”这句话彻底击垮了小云，她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婆婆面前，当着所有人的面跪了下来。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就是觉得必须做点什么。小云回忆道：“我跪下来对婆婆说，妈，我求求你了，让我做安安的妈妈吧，让我照顾自己的孩子吧。如果连这个权利都没有，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全场顿时鸦雀无声，小云的父母惊呆了，阿杰目瞪口呆，婆婆也僵在原地。小云跪在地上，泪流满面。那一刻，她感觉自己的尊严和母亲的身份都被彻底否定了。最后，是小云的父亲打破了沉默。这位平日里温和的中年男人走上前扶起女儿，然后对阿杰说：“我把女儿嫁给你，是希望她幸福，不是让她连做妈妈的权利都没有。今天这个家我是待不下去了，小云，你自己决定吧，是跟我们回武汉，还是继续在这里受苦？”那次事件后，小云的父母带着她和安安回到了武汉，阿杰也跟着一起来了，但明显是在妈妈的要求下挽回婚姻。回到武汉的小云，在父母和朋友的支持下，逐渐恢复了自信和勇气。她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婚姻和未来。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在想，我到底要怎么做？小云说，离婚，但安安才那么小，我不忍心让她一出生就没有完整的家，继续忍受。但我已经看不到任何希望了。在武汉待了1个月后，阿杰必须回台北工作。临行前，他对小云说：“我知道妈妈有时候做得过分了，但她真的是爱你和安安的。等你回来，我会和她好好谈谈，让她不要太干涉我们的生活。”这番话本来可能会打动小云，但此时的她已经看清了一切。我对阿杰说，如果他真的想挽救这段婚姻，就必须做出实际行动，而不是空口承诺。小云坚定地说，我提出了3个条件。第一，我们搬出去住，和他父母保持适当距离。第二，关于安安的教育和生活，我和他共同决定，不受他父母干涉。第三，他必须明确告诉他妈妈，我是他的妻子，安安是我的孩子，请他尊重这一点。阿杰犹豫再三，最终答应了这些条件，但要求小云给他1个月时间来安排。小云同意了，决定再给这段婚姻最后一次机会。1个月后，小云带着安安回到了台北。出乎他意料的是，阿杰真的租了一套新公寓，离他父母家有一定距离。更让他惊讶的是，婆婆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我回去的第1天，婆婆居然主动向我道歉，说自己太强势了，没有尊重我作为母亲的权利。小云依然有些不敢相信，她说看到我跪下的那一刻，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做错了。原来，小云回武汉后，阿杰的父亲，那位平日里不怎么说话的退休教授，对自己的妻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指出，儿媳妇远嫁他乡已经很不容易，作为婆婆应该多体谅她，而不是处处与她争夺对孙子的控制权。更重要的是，阿杰也终于站了出来。他告诉父母，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他可能会失去妻子和孩子。这句话震动了婆婆，因为在她的传统观念中，家庭的完整高于一切。阿杰后来告诉我，我跪下的那一幕让他感到深深的愧疚和自责。小云说，他说那一刻他才意识到，他对不起我，也对不起我的父母。回到台北后，小云和阿杰开始了新的生活。他们在新家重新规划了一切，从家具摆设到生活习惯，都融合了2人的喜好和文化背景。阿杰的父母每周只来看望1次，而且每次都会提前打电话确认时间。关于安安的教育，小云和阿杰也达成了共识，既汲取台湾教育的精华，如礼仪、耐心和细致，也保留武汉文化的豪爽、直率和创新精神。现在安安已经3岁了，会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也能用台湾腔调撒娇。小云骄傲地说，她既有阿杰的温和有礼，也有我的活泼开朗。至于婆媳关系，虽然不能说已经完全和谐，但至少达到了相互尊重的程度。婆婆学会了在适当的时候退后一步，
小云也学会了理解台湾婆婆那种对儿子和孙子的特殊情感。有一次安安生病，婆婆主动问我需要我帮忙吗，而不是像以前那样直接接管一切。小云感慨道，那一刻我真的很感动，觉得我们终于在相互理解的道路上迈出了一步。最后，丽姐想说，无论你来自哪里，无论你嫁到哪里，都要记住，婚姻中最重要的是彼此的尊重、理解和支持。只有这样，才能共同构建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好啦，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喜欢丽姐故事的朋友们，记得点赞订阅哦。